俄军前线溃败，普京是否会进行全国总动员再次入侵哈尔科夫？最近乌俄战场上最热的话题就是乌克兰大捷了。乌军一路高歌猛进，光复哈尔科夫州，在路上俘虏俄军士兵，顺带捡一下俄军的 T80 坦克、2S19M2 火炮，这仗就打赢了。现在都把战线推进到卢甘斯克州了。与乌军表现相对应的就是一路狂奔的俄军，武器装备都不要就逃到了顿巴斯。俄罗斯官方还美名其曰这是在积蓄力量，咋地？把自己的高层干部送给乌军俘虏，然后打入敌军内部，把成吨的武器送给乌军，是为了精确定位乌军的位置？还是说那些俄军俘虏都是俄军自己放弃的，好增加敌人的后勤保障压力？这也不用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俄罗斯官方可能也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好，没能安抚住国内那些反战人士，于是在9月12日发表声明，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对2个居民点的乌军实施了打击，一共消灭了250名敌军。然后在次日又表示，俄军的空中火箭和炮兵部队正在各个作战方向对乌克兰武装力量单位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这确实是一手妙招。毕竟前线的大规模打击，谁知道是真是假？说一下安抚国内民众就行，反正他们也不知道真相。只是俄罗斯没想到的是，泽连斯基站了出来，还猛扇了俄罗斯几巴掌，啪啪啪3声，普京的脸当时就肿了。在俄罗斯声称对乌克兰前线进行大规模打击的第2天，泽连斯基就带着乌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来到了哈尔科夫的重镇伊久姆。这个时候伊久姆刚夺回来2天，还处于俄军炮火的直接打击范围。泽连斯基毫不在乎，来到伊久姆就跟当地的乌军合影发表讲话，这一下就把俄罗斯国内的士气给锤烂了。这也是泽连斯基的目的，打击莫斯科的军事威望。本来还有人不相信乌军的反攻成果，这下证据摆在脸上，还能不信？为什么泽总会那么勇敢，御驾亲征，直接来到伊久姆？很简单，坐实俄军颓败的事实。泽连斯基到伊久姆就是为了打脸俄罗斯，表示乌克兰已经控制了伊久姆。泽总敢这么勇来看这个2天前还是战场的城市，也间接表明了俄军对战场的侦察能力有限，没办法实时掌握战场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俄军这次在哈尔科夫会败那么惨，人少后勤不足就算了，情报也掌握不了，活该输好吧。在俄罗斯，包括像塔斯社在内的大部分媒体都只是简单的报道了消息，很明显不想让国民知道。可惜事与愿违，这件事还是对俄罗斯本土的民众造成了内伤，原本说的大规模打击也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问题来了，俄罗斯现在有没有实力发动反攻？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几期的视频就已经说过了，答案也很简单，俄军目前没有实力反攻。这期视频就来深扒一下为什么。俄军现在一路溃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不够。在哈尔科夫州的战役中，乌军的人数达到了俄军的8倍，8个全副武装的大汉围殴1个人，就算是拳王来了也要跪，更别说乌军的武器装备与战术指挥还不行。乌军拿着海马斯与美国给出的情报，指哪打哪儿，俄军拿什么扛？而且俄军兵力不够早就是个问题了，就算是2月份刚开战的时候，120个营级战术群，卢顿武装的第1、第2军团全部齐装满员，要维持现在上千公里的战线，那也是很难的。更别说现在的俄军伤亡惨重，士兵早就不够用了。所以从5月份开始，俄军就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进攻，而乌军的兵力则没有太大的波动，甚至说还涨了不少。毕竟有北约的好兄弟帮忙训练新兵，等于说现在的乌俄战场，乌军的兵力占据了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的攻势自然起不来，只能以守待攻，别无他法。而且对于俄军而言，开战6个月是个很大的坎儿，这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俄军的营级战术群不是永久性的常设单位，它是由每个旅或者每个团的3个营中抽取第1、2营作为编制基干，第3个营一般是作为留守训练的单位，然后将配属的坦克营、炮兵营与各种保障单位拆解配属，并且将全旅或者全团的合同制军人以6个月为周期进行轮换部署的战术单位。所以理论上，截止到8月24，最后一名开战前就部署在前线的官兵就应该离开所属营级战术群，然后返回后方单位进行休整。
按照这个操作，6个月之后就轮班，兵力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只是乌俄战场的困境使得俄军早就超量投入了其下辖的营战术群，后方留守的单位已经无法为前线提供轮换的兵员。而且俄罗斯采用的是合同兵与义务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其中合同兵才是乌俄战场上的主力，义务兵只能执行边防、警卫等2线任务，除非是主动申请，否则不参与直接作战任务。除此之外，俄军有160万战斗预备役注册人员，但是只有10%在5年内接受过军事训练。之前普京说要在秋季征兵，只是高薪招募的志愿兵也只有几万人，压根儿补不上俄军兵力的窟窿。1700万人口的莫斯科，招募1个志愿兵步兵营都很难招满。什么时候莫斯科的街头年轻人排着大队报名参军，才有可能招够俄军需要的兵力？而且时间会来不及，毕竟征兵到12月才会结束，而俄军目前极限压缩战斗步兵训练周期是66天，转入合同制的专业军事的训练时间是300天，所以在8、9月份，俄军会因为兵力的匮乏面临很多问题。这次丢掉哈尔科夫就是一个开端，之后会如何？乌军是继续进攻乌东拿下顿巴斯，还是先收复赫尔松剑指克里米亚？谁也不敢确定。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俄军反攻不了，除非俄军变出来3个满编的集团军，要不然这哈尔科夫乌军是拿定了。火力军说的普京来了都没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有没有可能向前线增兵，将他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彻底变成战争，进行全国总动员？现在《华尔街日报》已经在推测普京什么时候会采取全国总动员了。按照他的说法，俄罗斯这场全国总动员将以失败告终，然后让普京选择一个更激烈的选择，也就是动用核武器与欧洲国家同归于尽。总结下来，《华尔街日报》的逻辑链是这样的：俄军前线失利，普京遭到国内激进势力追责，被迫全国总动员，内部矛盾激烈导致动员失败，俄罗斯输不起，普京只能动用核武器。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短期内俄罗斯是不会进行全国总动员。这次乌俄战争，俄罗斯确实没有尽全力。俄罗斯入侵当天，乌克兰就选择了全国总动员，动用了全国的力量。如果普京也选择全国总动员，兵力确实可以压制乌克兰，但问题就在于不能。假如乌克兰战争是乌克兰与北约先发制人打进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全国总动员完全没问题。就比如2战时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实力不占上风，又是自卫，所以这才选择了全国总动员。而乌俄战争不是，这是俄罗斯先挑起来的，最初的说法也是特殊军事行动，压根儿就没有把它发展成战争的打算。一开始普京想的就是闪电战，什么3天拿下基辅，1个星期就完成打击乌克兰的目标，然后谈判解决俄罗斯提出的条件。结果现在竟然要全国总动员了，这不是打普京的脸吗？而且俄军虽然在哈尔科夫溃逃，丢失了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等重要城市，但大部分作战人员逃到了顿巴斯后方。俄军的大部队没有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而顿巴斯与赫尔松暂时还能守住。俄罗斯国内的军工产能与国民生活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暂时还不用孤注一掷。最主要的是，普京有可能无法动员全国。就跟《华尔街日报》推测的一样，内部矛盾激烈导致动员失败。全国总动员不是说动员就能动员的，它意味着要把全部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并把所有的人力物力动员起来，以备战争需要的紧急措施。这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意味着会失去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产。这对俄罗斯本就低迷的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恐怕难以承受。俄罗斯军事力量虽然可圈可点，但是这么多年来经济一直搞不上去，现代化战争很难长期支撑，更不要说全国总动员，把全体人员都拖入战争的泥潭。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一步，普京有点悬了，重演1战时候的2月革命也不是没可能。所以只要俄罗斯本土没有遭到炮击，造成无辜人员的伤亡，俄罗斯是不会全国总动员的。这就要聊到克里米亚的问题了。普京和他的核心圈子一再强调，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本土，东克里米亚就要大打。
火力军估计这是一种恐吓，能不能吓唬住乌克兰不好说，但暴露了自己也知道克里米亚搞不好要吐出去。克里米亚是赫鲁晓夫送给乌克兰的布甲，关键这个事情是合法的，国际公认的。俄罗斯讲再多，国际社会不会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本土，所以就算是乌军收复克里米亚，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停。俄罗斯看来是本土被攻击，北约看来是乌克兰收复失地，双方没共识，肯定各说各的，各打各的。至于俄罗斯会不会增兵支援，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支援多少就不好说了。俄军在乌俄战场上的那点兵力已经不顶用了，只能守。对于俄罗斯这种没有后援的国家来讲，能不能守住还是两说。现在的乌东战场，乌军已经跨过奥什基河，进入卢甘斯克州境内。乌克兰的国旗已经插到了施瓦托夫附近的村落，乌军逐渐逼近这一河流东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北顿涅茨克一带，乌军渡河强袭利曼，剑指克里米纳。在这里，俄军并没有据河而守，反而是继续往边境方向跑，也就意味着在卢甘斯克北部的战线已经全面崩盘。而且还有消息说，乌军已经重新开始攻打利西昌斯克。乌军多线作战，虽然分散了兵力，但也可以一步一步蚕食俄军守军。如果普京不增兵，那这场乌俄战争就可以宣布结束了。问题来了，俄军要想一方面守住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数百公里战线，还要加强顿巴斯俄控区防御。另外，有机动部队对顿巴斯乌控区堡垒地域进行高强度持续攻击作战，增兵5万10万根本不够，依旧是处于僵持。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的实力跟当初早就不一样了，想要保持优势，20到30万才行。问题是，普京去哪儿抓那么多士兵？把预备役训练半年直接拉上来吗？一旦这样做，那就处于全国总动员的边缘，国内动荡少不了。至于普京会不会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只能说不会，因为乌俄战争的性质，乌克兰只需要把俄罗斯的军队赶出乌克兰的地区，那么就可以说已经胜利了。至于大部队冲进别尔哥罗德，海马斯炮轰莫斯科，肯定是不会发生的。先不说乌克兰有没有这个实力，北约也不会答应，这牵扯的事儿太大了，搞不好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万一普京没忍住发射核弹，欧洲就 BBQ 了。紧接着俄罗斯也要跟世界说拜拜。如果俄罗斯只是在乌俄冲突中失败，100%的不会发射核弹，毕竟普京也不想做那个千古罪人。俄罗斯在历史上不是没输过，1854年俄国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1905年俄国输掉了日俄战争，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只要基本盘还在，你就拿它没什么办法。家底儿没事，普京就不会按按钮。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普京有能力号召全国总动员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